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10月14号到10月20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 ，Amazon 推 AI 电商助手。Temu 啊，在美国以银弹强势啊，不收取卖家配送或广告费哈。那 Amazon 的对策，它不是销价竞争，而是推出 AI 工具 Amelia 哦，卖家可以透过 Amelia 来查业绩、流量、转换率，甚至问他如何拓展产品线等等。我们就静待它后续发展。其他就是 AI 嘛，然后就取一个英文名字哦，让人家比较有亲切感这样。第二，淘宝在台湾重砸20亿元来补贴免运。淘宝天猫台湾站推出20亿补贴计划哦，与 Seven 新竹物流他们都合作哈，提供99块人民币就免运，以及新用户270块的购物体验金。这是淘宝正式进攻台湾市场的第一步哈。其实他以前失败过，你知道，台湾淘宝后来被开会，然后就立委开会，然后把他赶出去哦，然后电商迎来好光景哦，现在他回来了哦，那个大家刷了一单哦。那个淘宝的意义在中国的整个供应链，那个恐怖，那个不是削价竞争，那个是倾销啊，对本土电商会形成巨大的挑战哦，一定会严重冲击虾皮的双11营收。第三，麦当劳猎人卡包延上，就麦当劳与猎人哦联名推出限量卡包。哦，结果他怎样？他寄送卡包给根本就不熟猎人的网红 KOL、YouTuber， 但因为这些网红哈，他们不熟悉动画哦，导致遭到网友抨击。你那个是稀有，那个是异品呢，结果你那边说这是什么？那么干那个是人家梦想中的宝贝。我们吃麦当劳吃到高血压、高血糖，他可能都还挤不满，你直接就有了，你还说这是什么？对，然后就被抨击了。好，那麦当劳也遭受波及。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10月14号到10月20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来，第一个新闻 ，Amazon 推 AI 电商助手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它标题叫做遇中国劲敌 Temu 抢人。Amazon 推电商 AI 帮手，让卖家不跳槽。就是 Temu 在美国也是银弹公司啦他就不跟卖家，现在讲卖家不是买家卖家收配送费用或广告费用，所以卖家在卖商品的时候，他叫你要卖便宜一点。例如一个行动电源在 Amazon 要卖40块美金，但在 Temu 只要25，同一个那是你去哪里买，对不对？那 Amazon 提出的解法并不是削价竞争，而是推出 AI 工具 Amelia 给卖家。例如，你可以直接问 Amelia 说：“现在的业绩怎么样？”他就帮你算出销售额、流量、转换率等等甚至你可以问他怎么经营啊，拓展产品线啊，你的那个商品叙述怎么调会比较好啊？就这样。然后我认为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这个 Amelia 还兼顾了客服的功能你可以问他为什么我的商品入库但是系统还没显示。他就会帮你查那个 Amazon 内部资料系统，然后看是卡在哪边甚至是直接帮你联系系统客服这样。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就 Temu 现在也在学习美国市场啊，真的，如果你有在关心跨境电商的话，你应该也知道。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Amazon 的应对它居然是推出自己的 AI 机器人，蛮有趣的，这到底在干嘛我猜啦。贝佐斯那个 Amazon 的创办人应该还是老神在在，因为 Amazon 早就不是说只靠电商来赚钱嘛。你看他正在开发自己的聊天机器人你看那个最后一段，照顾那个 Podcast 听众，我把它念念对于正急速发展的 AI 领域，即使 NVIDIA 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但 Amazon 依然试图打造自家晶片，包括专门用来训练模型以及专门执行推论提供更好的性价比。另外也推出机器学习品牌 Amazon Sagamake 打造企业用聊天机器人 Amazon Q 就这样。就是 AI 这个局面Amazon 它也是易来易去，美金这样子想办法要抢进。这个推出之后我跟你保证绝对生猛现在市面上那些 AI 公司谁的客服训练资料能够比 Amazon 还多？没人比它多嘛所以它可以去训练出一个几乎现代社会完美的客服，然后开放给大家用那你看了这个新闻再回去看上面那个新闻，你就知道了。Amazon 只是把这个当成一个让 AI 落地的机会而已，不是说我正面要出什么很厉害的招去跟那个 Temu 对干。好，来第二个新闻淘宝在台湾重砸20亿元补贴免运
来了，台币战士哦，来这个标题叫淘宝下战帖，台湾重砸20亿元补贴免运，双11战火提前开战。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哦，淘宝天猫海外台湾站哦，于双11前推出20亿补贴计划，并与 Seven 新竹物流合作，现在提供人民币99块免运，而且新用户注册他就送你270块购物体验金，真的就让你去花的哦。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哦，来了，我之前一直在说这些巨头其实都还不算正式进攻台湾，就这边敲边鼓啊，东弄一下西弄一下而已。好，现在淘宝又打第一枪了，直接20亿来补贴，这个是什么概念哦？来，我对比给你看。哦，这个是 Momo 的营运概况，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把你念，就是2022年首创台湾电商产业1000亿营收新里程碑。2023年全台合并营收再攀高峰，突破新台币1092.4亿元，年增5.6%。重点来咯，税后纯益新台币36亿，就你做1000亿的生意哦，然后你做3%的税后纯益哦，就这样，一年 Momo 整个 Momo 哦，税后纯益就赚36亿，去帮所有的股东负责哦。结果淘宝一档双11活动，直接给你20亿台币，这是要玩什么？对啊，这是要玩什么？Momo 不可能拿到36亿里头，我拨20亿来做补贴，你干嘛啊？对啊，你愿意，你股东也不愿意啊。哦，那你看以中国的体量来说，20亿台币这个才几亿人民币而已，然后要弄那个台湾，他们对台湾都有那种滤镜哦，他们觉得超便宜哦。这里面当然有统战的道理在，但是你看我们面对台币战士就是长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是台北捷运哦，在忠孝新生站都已经贴好贴满了哦。那个广告就直接写说，拍谁都是淘宝免运惹的祸，全站免运，就这样贴捷运站的哦。那忠孝复兴那边一定也会贴乱七八糟，就这样。捷运车厢里面也一堆，这个他们只是稍微认真一点点，口袋里的零钱不小心掉出来啊，就可以这样哦，就台北捷运就贴起来了。对，这就是台币战士的威能。我未看现在这一波的攻势啊，像 Momo、PC 一定都会受到影响，但影响最大的必然是虾皮。虾皮你也知道嘛，上面其实都一堆大陆货，以前你还可以赚一点转运的这个手续费哦，买淘宝卖虾皮哦，有点价差，台湾出货，这个消费者还是买单哦。但现在人家直达车到台湾呢，那些卖大陆货的卖家太厉害太狂了，你看那些价格真的很恐怖，我都不知道他们利润在哪里。利润可能来自国台办，我也不知道，我乱讲。好，来第3个新闻，麦当劳猎人卡包延上，你要讲它延上，我也延上了，好不好？送网红猎人全套卡包哀轰，麦当劳即回应，有规划粉丝抽奖哦。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麦当劳跟猎人联名推出的限量卡包，我们男生谁不知道猎人啊？念能力小节奇牙什么的这个我们谁不知道啊？从小看到大然后。很厉害，能力战或什么很好看，然后现在的漫画还没出完，已经出到我觉得打开就像小说一样，我靠，那个字怎么那么多，好复杂，很烧脑这样哦。反映时代在进步，以前就是友情热血，安诺都安诺，然后最后来爆个气，然后就赢了。现在没有能力然后各种限制、制约与誓约什么的，我都觉得要发动一个能力之前，最好怎么样？最好先拉一张 Excel 表出来试算一下怎么弄会比较理想现在变成这样啊。这一波的操作是准备了几百个那个全套的卡包，你去吃它可能就送你几张而已，就一个卡包拆开来有几张这样。结果那些 KOL 直接拿一整套，还有那个箱子，贪婪之岛的箱子很屌我说真的，那卖钱1-2万块，我想买来放在家里全套卡包，对啊但是因为那些网红就怎样，就不熟猎人嘛所以就随便开箱，然后在影片里面他表达出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动画，然后就被炎上了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老实说，看到这个会炎上，这个是很正常的行销操作，就是寄业配样品给网红，然后看网红要不要开箱，这样没有什么很强制，也没有付行销费用。那我猜那些被炎上网红应该也觉得自己很冤我就没看嘛。你现在就寄一个什么小魔女哆瑞咪的，然后要我开箱干。我就没看然后就被他的铁粉们炎上了。问题在猎人今天这是猎人这是
我们大家童年呢时代的印记呢，对不对？今天记的人又是麦当劳这个很麻烦呐今天记的人是麦当劳又是猎人这个 IP， 我才一时拍个片，不然他根本就是放在旁边顶多 IG 拍个照比个耶而已，结果搞到要出来拍片道歉。这类的活动之前有办过你看这个麦当劳的 FB， 它 FB 是写七龙珠 Z 热血限定季，任意食物加89可以获得七龙珠 Z 角色盲卡包去年就没事，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活动负责人觉得都很衰了我就抄去年的活动，自己抄自己，这样还能出事？我的猜测是这样，运气不好。就是猎人有在关注，他后期已经很复杂，极端复杂。就像我说的，最好在战斗之前要拉一张 Excel 表来试算，不然你都不知道人家能力要怎么覆盖、怎么叠加、怎么用。所以就比较不好糊弄啦。对而且猎人呢，在动漫迷的心中是神一般的存在。你看库拉皮卡在船上都几年了，我靠！大家现在还拿出来说嘴然后什么王子继承战14个王子，每个人年龄都不同，然后又有各自的护卫，能力也都不同，好复杂，对，好复杂。我第一次看漫画，我看完那个漫画，我还要去找攻略，来看到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就这样。难度现在那个王子继承战这个篇章的难度大概比之前有一部很红的诺兰大导演的作品叫天能，对不对 ？Tenet 天能，他讲的是时光倒流，然后什么逆向的世界，什么有的没的。猎人现在继承战大概比这个再难5倍以上，为什么？因为各方势力各自有各自的 Tenet， 对，就这样神一般的存在。我不是说七龙珠地位比较低，而是相对来说，七龙珠的周边公仔联名活动频繁很多，大家已经见怪不怪。而猎人这个合作很少，对神级的合作更容易引发话题，然后就被炎上。只能说他们怎样运气不好。如果麦当劳内部有人被拔关，我会觉得这蛮冤枉的就这样，不应该把他关他是把那个动漫联名带进全台麦当劳的人你就把它先冰起来，冰到一个位置，然后之后再把它推出来可能在别的单位、别的位置，那依然是负责这种联名行销案。他会去弄七龙珠 Z， 他会去弄猎人，而且他知道要选到猎人，这个已经很，不然你现在叫一个40-50岁、50-60岁的行销总监，他懂了什么？他到时候就跟你推一个很奇怪的动漫，我们台湾没人在看原子小金刚呢。就变成这样就是年轻一代才知道猎人居然可以贪婪之岛本来就在集卡片的，这弄起来刚好而已，很屌就这样。好，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10月14号到10月20号3件电商大事。第一 ，Amazon 推电商 AI 助手；第二，淘宝在台湾重砸20亿来补贴免运；第三，麦当劳的猎人卡包KOL 被炎上。讲八卦就是联名这件事情没有像以前那么难做了，现在都有专门的公司在对接各个联名的牌子，只要是 IP 现在商业算很成熟。以前漫画家哪知道他画出来，他心里想的事情就是漫画大卖就好了，对不对现在没有现在都很缜密的商业操作。一个 IP 要红不红都一样，它都是 IP， 它都会被介入那个运作，就是以后要做 IP 授权IP 授权会有很多规则，比方说这是好人阵营，好人的不能怎样然后你不能给他印在枪械上，或者说之类有的没的这些规则都有细细密密的。然后便宜的 IP 对集英社他们来讲，便宜的 IP 就便宜卖嘛然后厉害的 IP 就可以来讲价钱。比方说鬼灭之刃，对不对？鬼灭之刃顶尖的 IP， 它在谈授权联名就会很贵。然后有一些不怎么知名的 IP， 或是一些很老的 IP， 比方说那个灌篮高手 IP 据我所知，我同学说的，去谈灌篮高手 IP 授权没有很贵甚至是白菜价。可是他们担心的就是我做了一批联名商品出来，我卖不好，卖不掉，那些都库存又很不好卖，你知道，就变成说真的要对灌篮高手有爱的人才有办法吞那现在是猎人。联名也不只是商品，有很多的饮料店是不是也动不动要联名就说明了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就是都有 SOP 了以前还有你认识谁谁谁才能够联系得到谁谁谁，才能够想办法来运作，现在不用，现在都有那个专业的公司直接代办整套流程那这个 IP 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来做做看。如果我是你，我会这样子做，就是我会来试做一小批就好了。那个联名没那么简单，他不是说卖你这个，他卖掉也还要抽我会为了
这个联名我新开一系列的产品其实等于都是打样而已都是打样，因为我也不知道谁会中，你知道，然后小量多样的方式去测试，不是说测试那个很多 IP 谁会中，而是说如果我是一个系列我是一整个系列的商品，我乱讲马克杯好了，我大小尺寸的马克杯我都印，然后我都卖看，有卖得动就卖，卖不动就算了就这样，那个库存也不会很严重。如果卖得很好OK 好，来接下来就是加大货量，然后预购，就用试的方式去弄，你不要一开始风风火火卖2-3个货柜等级，全部都给他用联名商品，到时候他想着要怎么卖，一样啊，试水温啊试水温有非常多试水温的方法，比方说你就先用批的嘛，批了那个把猎人批在你的商品上，然后放上去，然后看说问大家我开卖这个预购早鸟预购有没有要买，试水温等到都确定差不多会赢的时候，我们再去下单下大量的工厂生产的单，这样子就好了然后联名这件事的奥义在哪里？奥义在说超大的 IP 它只有超大的品牌买得起，比方说麦当劳猎人，其实猎人这好求猎人我未看先猜它的那个 IP 授权费用不会很贵，因为它也不是电影很红，它就是一群像我们这些脑粉我们在看就这样子而已。好，那这个奥义在哪里？奥义在你要去挑出像猎人这种其实授权蛮便宜的可是你的受众会买单，你不要想说全台湾人都知道，那种顶级 IP 一定贵的，你今天你卖的你可能是厨房小物，好，那你看你去问问看我们这一家的授权就这样，那不会贵啦，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夯了，不跟顶级 IP 讲不贵，可是它的受众有就有或是一些走特定受众，比方说你可以去弄看那个洛克人就是一些比较老的都已经过气的 IP 他们在授权上都可以谈都还算蛮好谈的，因为对于那些那个 IP 厂商来讲，他现在在榨干它的价值，就是有得卖就卖这个洛克人你看多久了，到现在那居然还有人要买，好那就看谈一个什么价钱卖给他卖给他就这样。反而我很讨厌国内的那个 IP 授权，国内 IP 授权也不红啊，然后就在那边开高价我讲谁得罪谁，我就不讲了那不如是这些日本传统的动漫的 IP找一些比较古早的，你不用找现在夯到爆的嘛，你现在夯到爆的一定很贵，现在海贼王一定贵的现在火影忍者可能没那么贵但它当红的时候一定很贵啊，你就找找看有没有更早一代的作品，反正你就去看你有看那个动漫，然后你又在公司上班你会很清楚说我的这个产品大概都男生女生会买然后哪些男生哪些人他们大概都看什么动漫，你自己都知道了那你去找看看有没有授权比较便宜的，你可以来玩玩看来试试看这个授权的东西找那个被低估，但是对你的商品是有实质帮助的，这就是玩联名 IP 的奥义，主要是破圈，就是让原本看动漫不知道你产品的人有看到你产品的机会，进而产生购买。至于你看了你产品要不要去回头去了解这个动漫，那个都在说对，我们现在就是牌子小嘛，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蹭人家，就这样跟你分享。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虚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